有位英国哲人曾经说过，想要扑灭一场大火，最好的方式就是在它旁边引发一场爆炸。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比方说，自打前2天俄罗斯空天军用大批老旧的战略轰炸机拦截乌克兰新锐无人机之后，上个月7号印巴空战中印度的惨象就没什么人提了，这就叫用爆炸熄灭大火。只能说印俄两国呀，不愧是特殊且具特权的战略伙伴，印度有事，俄罗斯可是真出头啊。不过话又说回来，5月7日的那个凌晨，印度花了大价钱找法国购买的最强4代半战斗机阵风，被价格只有零头的歼10一脚踢死，已经成为了国际上的共识。但印度这么多年花了这么多钱，这阵风不就是留着空战用的吗？怎么真到了印巴战场上，反而不好使了呢？印度这90亿美元到底花得冤不冤？今天我们就来一起看看这阵风到底为什么那么贵。要搞清楚阵风战斗机为什么这么贵，我们得先弄清楚印度的这78亿欧元的天价到底是怎么花出去的。刚刚进入21世纪的时候，印度官方就早早的给自己画了个5代机的大饼，一边跟俄罗斯合作，另外一边自己研究所谓的 AMCA 项目。但空军那边对自家工业几斤几两还是相当清楚的。当时印度空军的机队老化问题非常严重，俄罗斯那边的备件物流又不靠谱，实在是等不了印度国防那边瞎折腾。当时因为印军的幻象2000在边境冲突中表现不错，印度国防部就找上了达索，想先采购几架幻影2000当备胎。等到5代机成熟之后，一步到位，直接从3代机蹦到5代机。但达索那边传来噩耗，不好意思，卖完了。当时达索因为要给阵风的量产腾出产能，就准备把幻影的生产线关掉。但跟印度说，如果印度实在是想要幻影2000，不妨出点小钱帮我们把生产线保下来。但印度一听要加钱，立马变了主意，从直接采购变成了集体招标，也就是臭名昭著的印度 MRCA 竞赛。当时的印度国防部拨款65亿美元，准备采购126架多用途战斗机。参加 MRCA 竞赛的选手包括法兰西新锐阵风、欧洲战斗机的骄傲台风、世界最畅销4代机 F16、海空全能王 FA18 超级大黄蜂、次世代米高扬米格35和北欧之光萨博鹰狮。不过这里面其实有好几个都是来走过场的。比方说 MRCA 的目标是要挑一个中型战斗机来填补光辉 LCA 和苏30 MKI 之间的空白，这就导致单发的 F16 和 JS39 鹰狮逃过一劫。至于超级大黄蜂，则是因为美国对武器出口的限制，也没有受到印度空军的青睐。米格35因为俄罗斯在米格29上经常出现供应不足的问题，而且空军也不愿意完全倒向俄罗斯，结果就是挑挑拣拣，订单最后还是不出意外的回到了达索手里。但在南亚次大陆的神奇土地上，一切皆有可能。达索和印度为了这126架订单的合同，开始了长达数年的不断拉扯。首先是制造问题，原先达索商务和印度空军的谈判结果是126架中的18架在法国装配制造运到印度，剩下的108架则由印度本土企业印度斯坦航空有限公司负责生产制造。但达索的工程技术部门实地考察之后，恨不得回去一刀把那些吹牛逼的商务捅死。印度斯坦航空的工厂里充满了印度风情，根本不具备生产阵风的条件。他们评估后认为，以 HAL 的品控和效率根本无法保证阵风的质量。结果就是达索宣布 HAL 制造的阵风，达索不提供质量保证。印度人一听当场就急了，人家卖个电脑还有1年质保呢，我花大几百亿买飞机连个售后都没有，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双方就这么僵持不下。但隔壁巴基斯坦和中国之间可没那么多弯弯绕，随着枭龙逐渐形成战斗力，印度总理莫迪坐不住了，指示空军快刀斩乱麻，在2016年敲定一个全新的方案，那就是126架的订单取消，也别在印度造了，直接从法国原装进口36架，先解了燃眉之急再说。老先这一下单子是定了，但价格却让全世界都大吃一惊。36架飞机总合同价78亿欧元，平均下来一架阵风超过 2.4 亿美元。要知道，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5代机 F35 A 型号的单价都已经降到1亿美元以下了。印度这简直是花着买5代机的钱买了架4代半回去。那这钱到底花哪儿了？难道印度真是人少钱多吗？其实这78亿欧元可不只是36架飞机的裸机价，它是一个包含了大量附加值的大礼包，也就是类似于我们平常吃饭买的套餐。我们可以把它拆成几个部分来看。第一是飞机本身的价格，这部分看上去贵，实际上呢也确实不便宜。
单座型阵风每架是9110万欧元，双座型9400万，换算成美元基本上和 F-35 持平。这个价格之所以这么贵，主要还是因为老欧洲工业价格居高不下，再加上36架的订单量太小，无法摊平成本。达索为了这笔订单要维持生产线，还得专门养活一大批熟练工人。不过机身成本其实只占了78亿中的一半，另外一半则包含了根据印度要求对这批阵风进行多达13项的专项升级，阵风配套的豪华武器大礼包，以及一整套完整的后勤协议。我们一个一个来看。专项升级项目包括了在阵风内集成以色列的头盔显示器、更先进的雷达模式、新的无线电通信系统、雷达告警接收器，能适应印度复杂地形的导航和电子战系统，以及更适合高原环境的发动机启动能力等。这些系统法国自己又不用，都需要达索重新研发、测试、集成和验证的。收印度18亿一点都不贵，而武器大礼包则更是重量级。印度一次性采购了大批欧洲顶尖工程学结晶，包括流星远程空导弹和风暴阴影巡航导弹等。其中的流星导弹我们不必多说，射程远，末端机动能力强，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空导弹之一。当然，印度也没得选 ，AM120 和霹雳又买不到，277又装不到阵风上，有流星用呢就不错了。至于说风暴阴影这玩意儿，最近这2年关心俄乌战争的朋友们，想必已经品鉴的够多了。它要是废物点心一个，俄罗斯外交部能3番5次的因为风暴阴影跳脚吗？最后一项则是售后服务。合同规定，达索必须保证这批阵风在5年内的可用率达到 75% 以上。说实话，如果火力军是达索的工程师，看见这个条件脸都要绿了。要知道他们服务的对象那可是印度呀。根据印度防务网站的统计，截止到2021年，印度空军总共衰掉了接近2800架飞机，其中只有150架是在战斗中损毁的，平均下来1年硬衰掉2个多中队。而根据阵风合同中的规定，法国要为印度提供长达5年的基于性能的后勤保障，保证印度空军的阵风机队在任何时候都有至少 75% 的可用率。为了实现这一承诺，达索需要在印度建立备件仓库，并提供技术支持。这种保姆式的服务价格极高，但毫无疑问的能解决印度地勤上完厕所不洗手的问题，确保阵风的战斗力。此外，这78亿里还包括了飞行员和地勤人员的全面培训费用，在印度的2个空军基地改造和新建机库的费用，维修车间等基础设施的费用。只能说印度这钱达索赚的是实在不容易。所以总的来看，这78亿欧元，印度买到的不只是36架飞机，而是一整套世界顶级的作战能力，以及法国人鞍前马后的一条龙服务。贵吗？真不贵。尤其是这次印巴空战打得这么惨，换火力军是达索，多少得再收他20亿名誉损失费。说完了印度的情况，很多人可能会好奇，对面的巴基斯坦在买飞机这件事上花了多少钱呢？巧了，这个问题印度人也想知道。2023年3月30日，巴基斯坦国防部疑似遭到黑客攻击，之前采购歼十 C 的合同被放到了网上，结果印度人一看合同，当时就恨不得把自己敲键盘的手砍了。合同清单显示，巴基斯坦采购了20架歼十 C-1 战斗机整机，10台备用的涡扇式发动机，240枚 PD-15E 和相关培训服务，合同总金额128亿人民币，而且其中的101亿还是11年期的贷款。最后平均下来，每台歼十的打包价格合不到8000万美元。印度空军心里什么感觉，大家可以想象。不过嘛，稍微对比一下，我们也能看出来，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印度空军有一大半的钱都花在了改装、采购弹药和装备上。至于说裸机价格相对较高，其实也不是什么问题，因为4代半战斗机在国际市场上基本都是这个价，阵风其实还算是成熟便宜的。印度其实也没有性价比更高的选择了，只能含泪买单。当然了，肯定有人会问一个非常天才的问题，为什么印度不能买便宜又好用的歼十呢？这就是另一个层次的问题了。其实从2战前后开始，军售就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你掏钱我卖货的事情。由于现代军事装备的复杂性，战机坦克这种东西对工业体系的要求越来越高，装备卖与不卖更多的其实是政治而非经济上的考量。从数据上也能看出来，即使是美国这种国际军火商大户，每年军售在外贸中的占比也都是9牛1毛的。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说，阵风几乎是印度的唯一选择。美国飞机限制太多，而且对面巴基斯坦也用的是美制装备，就算是波音和罗马愿意，美国国会那边也过不去。此外，在印巴关系这一块，中美态度都是一样的，都是希望用巴基斯坦来制衡印度。2大强国伺候印度一个，印度这个空战输得不亏。那么印度这90亿美元到底花得冤不冤？一方面来说，这笔钱花得不冤。在当时巴基斯坦快速换代、印度机队极度老化落后的情况下，
印度空军急需一种能与骁龙对抗，并且能搭载核武器、执行战略威慑任务的平台。而阵风是印度在西方世界里能买到的政治限制最少、性能最全面的选择了。与其说这笔钱买的是36架阵风，不如说是买的一份战略威慑力，是印度的面子呀。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笔钱花的又很冤。为了这36架黄金阵风，印度付出了天价的采购成本和漫长的时间，最后还被霹雳15一脚踢死，实在是可笑之极。这笔钱如果用在升级现有体系、放弃对抗、韬光养晦、提升军队整体素质上，或许能更快、更经济地提升空军的整体战斗力。但这种策略对印度政局会产生什么影响，我们就不好说了。说到底，阵风的困局其实是印度之困，它折射出的是印度国防工业的薄弱、采购体系的混乱，以及在谋求大国地位过程中的挣扎与焦虑。阵风强不强，不仅取决于飞机本身，更取决于驾驭它、支持它的整个国家体系。好了，今天关于阵风的故事就聊到这里。你觉得印度这笔钱花得值吗？或者说，如果你有90亿美元，你会为印度空军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你的看法。喜欢本期内容的朋友，别忘了点赞关注。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